当内在对齐，爱与金钱同时靠岸，这不是一个交换条件，也不是努力之后的奖赏，而是一种你终于走回自己时自然发生的结果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可能以为爱与金钱需要分开追求，一个靠感受，一个靠能力，一个要柔软，一个要强硬。于是你在不同的状态里切换，却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你在关系里付出，却在金钱面前焦虑；你在工作上拼命，却在亲密中耗尽。你好像必须牺牲其中一个，才能换到另一个，仿佛人生只能选边站。但你后来慢慢发现，真正让一切卡住的，从来不是外在资源不足，而是你内在一直没有站在同一个位置上。当你内在分裂，一部分渴望被爱，一部分却觉得自己不够，一部分想要丰盛，一部分却深信匮乏。世界接收到的讯号，自然也是混乱的。你一边想被珍惜，一边不断降低标准；你一边想要富足，一边对自己收费感到羞愧。你嘴上说想要，内心却始终觉得不配。于是爱来的断断续续，钱流的忽多忽少，不是因为你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和自己对打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开始做一件很安静的事，你不再急着改变外在，而是回头对其内在。你开始诚实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不再用比较衡量，不再用牺牲交换。你允许自己想要爱，不是因为缺，而是因为丰盛。你也允许自己想要金钱，不是因为贪，而是因为你明白，流动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当你不再否定渴望，内在开始一致，你说的，你想的，你做的，慢慢站在同一条线上。那一刻，你整个人的状态变了。你不再讨好爱，也不再追逐钱，你只是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而世界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你。爱开始靠近，不是以拯救的姿态，而是以尊重出现。你不再吸引需要被你撑的人，而是吸引愿意与你并肩的人。金钱也开始流动，不是靠压榨自己，而是靠价值交换。你不再害怕被看见，也不再缩小自己的能力。你开始允许丰盛进入你的生活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对齐的结果。当你内在不再冲突，外在就不需要考验你。爱与金钱本来就不是对立的能量，它们都回应同一件事：你是否信任自己？是否尊重自己的存在？是否允许生命在你身上自由流动？当内在对齐，你不再用恐惧做选择，不再用匮乏谈条件，你开始在关系中站稳，也在现实中站稳。于是爱不再让你失去自己，钱也不再让你耗尽自己，它们同时出现，同时靠岸，不是因为你抓住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没有再推开。原来真正的吸引力不是技巧，不是手段，而是你整个人是否一致，是否诚实，
是否愿意站在配得的位置上？当内在对齐，你不再追，不再嗔，不再交换，你只是存在，而那样的存在本身，就足以让爱与金钱同时走向你。原来真正的吸引是内外一致，不是你说了什么，也不是你做了什么技巧性的调整，而是你整个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上。过去的你也许试过很多方法，调整心态，改变行为，学习表达，努力成为更容易被喜欢的样子。你没有不真诚，你只是太用力了。你一边想要靠近，一边又害怕被看见。你一边渴望丰盛，一边却对自己的需求感到羞愧。你的内在在拉扯，外在却还在配合，于是整个人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频率里。你可能也曾疑惑，为什么明明很努力，事情却总是差一点，关系总是卡在某个位置，机会好像出现过，却又很快流走。那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的内与外还没有站在同一条线上。真正的吸引不是来自包装，而是来自一致。当你内心真正相信的和你对外呈现的不再互相否定，世界才知道该如何回应你。当你嘴上说没关系，内在却在委屈；当你表现得很有余裕，心里却充满匮乏。你发出的讯号其实是混乱的，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。吸引力不是被创造出来的，它是被阻断或被释放的。当你不再违背感受，不再压抑渴望，不再假装自己在一个其实并不舒服的位置上，吸引力自然就回来了。你开始诚实，不是对世界，而是对自己。你承认想要，也承认害怕。你不再急着修正情绪，而是让内在慢慢对齐。这样的你，外表没有刻意改变，说话没有变得更厉害，但整个人的状态却不一样了。你站得比较稳，眼神比较清楚，不再需要证明。于是世界的回应也开始不同。人靠近你，不是因为你努力迎合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在后退。机会流向你，不是因为你追得够快，而是因为你没有自我否定。原来吸引从来不是向外抓取，而是向内对齐。当你内外一致，你就不会发出想要又拒绝的讯号。你不再吸引需要你牺牲的关系，也不再走进必须委屈才能换取的现实，因为你已经不在那个会接受交换的位置上。真正的吸引是一种不费力的存在，你不必表现，不必撑住，不必假装准备好，你只是站在真实里，而真实本身就有力量。当内在不再分裂，外在就失去了考验你的必要。当你说的，你想的，你做的慢慢一致，世界自然知道你配得什么样的回应。原来真正的吸引不是变成更好的人，而是终于不再离开自己，
你允许幸福的程度，决定幸福的大小。这不是一个道德命题，也不是你必须努力达成的标准，而是一个你慢慢会察觉到的事实。幸福从来不是被争取来的，它是被允许留下来的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可能以为幸福需要条件，需要等到一切都稳定，等到自己足够好，等到不再害怕失去。你把幸福放在未来，当成一个奖励，而不是此刻可以靠近的状态。于是当幸福真的出现，你反而退了一步。你会怀疑，会不会太顺利？会不会只是暂时？会不会等一下就要付出代价？你还没来得及享受，内心就已经开始防备。你不是不渴望幸福，而是你不太相信自己可以长时间待在里面。也许你早就习惯在关系中留一点距离，在快乐时保留一点警戒，在顺遂时提醒自己不要太期待。你好像一直认为，一旦完全放松，幸福就会消失。于是你无意识地缩小了幸福的空间。你允许片刻的好，却不允许它停留。你接受一点温暖，却不敢真正安住。幸福在你这里变得小心翼翼，它不敢太亮，不敢太久，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完全接住它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开始注意到这个模式，不是责怪自己，而是温柔地看见，原来你一直在保护自己，用限制幸福的方式，避免再次受伤。那一刻，你开始尝试一件很微小的事。当幸福出现时，不急着推开，不急着分析，不急着问为什么，你只是多停留1秒。你允许自己感受快乐，而不立刻补上一句等一下可能会失去。你允许自己被善待，而不急着证明自己配得有多辛苦。这样的允许一开始其实很不安，因为你正在走出熟悉的防卫。但你会慢慢发现，幸福并没有因此惩罚你，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。你允许的越多，幸福就越敢靠近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好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拒绝那些原本就想流向你的事物。你开始明白，幸福的大小从来不取决于外在条件，而是取决于你内在是否愿意让它存在，是否愿意不再缩小自己，去配合过去的匮乏。当你允许自己快乐，你不再觉得那是一种侥幸，而是一种自然。当你允许幸福停留，你不再急着回到防备，你开始相信，安稳也是一种可能。这不是天真，而是一种成熟的选择。你选择不再用痛苦证明自己活得真实。你选择相信，幸福不需要被稀释才能存在。你允许幸福的程度慢慢扩大了，于是幸福也不再只是瞬间，它开始有空间呼吸，有地方停靠。它不再只是来过，而是留下。原来你不是得不到幸福，而是你曾经不敢要那么多。当你愿意多给自己一点允许，多一点安心，多一点不必防备的空间，
幸福自然会长成它该有的样子，不是轰烈，不是完美，而是足够大，大到你可以在里面安心的做自己。你愿意相信的程度，决定幸福靠近的速度。这不是一句勉强自己乐观的话，而是一种你慢慢会看懂的节奏。幸福从来不是迷路，而是他在观望，看你是否真的为他留出了一条可以走进来的路。过去的你，也许嘴上说着期待，心里却始终保留怀疑。你不是不想幸福，只是不敢走得太快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一旦相信了，会不会又一次失望。于是你选择慢慢来，慢到连自己都察觉不到。你对幸福保持距离，不是冷淡，而是防卫。你好像一直在心里说，等我再确定一点，再安全一点，再准备好一点。但幸福其实很敏锐，它感觉得到你伸出的手是否真的愿意接住，还是只是试探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准备收回。你愿意相信多少，幸福就走多快。不是因为他懒惰，而是因为他尊重你。他不会强行靠近一个还没准备好的人。你可能也发现过，当你半信半疑，好事总是来得断断续续，关系总是差一步，机会总是擦身而过。不是因为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内在还在踩刹车。你一边想要，一边提醒自己不要太期待。你一边靠近，一边预设失去。这样的状态会让幸福放慢脚步，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配合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开始尝试相信，不是盲目，而是温柔的松手。你不在每一步都质疑，不在每一份好都先想着会不会结束。那是一个很细微的转变。你只是允许自己在幸福靠近时不急着退后。你不再用理性立刻把感受拆解，你让那份美好多停留一下。就在那一点点的相信里，幸福开始加快，不是突然奔跑，而是步伐变得确定。他感觉到你不再只是观望，而是真的准备好，让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你慢慢明白，相信不是保证不会受伤，而是愿意承担。幸福本来就带着不确定，你选择相信，不是因为你天真，而是因为你不想再为了避免失去而错过拥有。当你相信的越深，不是越冒险，而是越稳，因为你不再左右摇摆，不再一边走一边怀疑方向。幸福在这样的你身边，终于不用放慢，不用试探，不用一再确认。他知道你会接住，也愿意留下。你愿意相信的程度，正在为幸福铺路。不是用期待，而是用敞开；不是用控制，而是用信任。原来幸福靠近的速度，从来不取决于时机，而是取决于你是否愿意让它真的靠近。当你不再一边渴望，一边防备，当你愿意站在相信里，
而不是观望里，幸福自然会加快脚步。不是因为你终于准备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不再退后。我开始对生活微笑，生活也回以我温柔。那不是因为世界忽然变得容易，也不是因为所有问题一夕之间消失，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没有带着防备走进每一个当下。过去的我总是先皱起眉头，在面对生活，我习惯预设困难，预设失望，预设自己必须撑住，好像只要先做好心理准备，就不会那么痛。于是我看世界的眼神总是紧的、急的，带着一点对抗。我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太早进入战斗状态，连还没发生的事都先替自己承受了一遍。生活也很诚实，它回应了我的紧绷，用更多需要处理的事，更多必须应付的状况，更多让人喘不过气的节奏，好像在告诉我，你既然已经准备好硬撑，那我就不必温柔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忽然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对生活露出善意的表情。我一直在防守，却忘了，我其实也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存在。于是我开始尝试对生活微笑，不是假装快乐，也不是否认困难，而是在每一个日常里，少一点对抗，多一点松。我对早晨的阳光，不再只看它是否刺眼，而是承认它真的照进来了。我对忙碌的行程，不再只想着撑过去，而是问自己，哪里可以慢一点？那个微笑其实很小，小到不像一种改变，只是内心不再那么用力，只是面对生活时少了一点咬牙，多了一点呼吸。但生活感觉得到，他感觉得到，我不再把他当成敌人。于是他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我。事情没有消失，但不再那么刁难。人没有突然变好，但互动少了刺。就连那些原本让我烦躁的细节，也不再那么容易击中我。我才明白，温柔不是改变世界的手段，而是一种内在状态。当我用温柔站在生活里，生活就不需要用尖锐来提醒我。我开始在小事里感受到被回应，一个刚好的时机，一段不再勉强的关系，一次没有预期却很刚好的理解。它们不是奇迹，而是回声。原来生活一直在回应，只是过去它回应的是我的紧张，我的抗拒，我的不信任。而现在它开始回应我的松动，我的善意，我的愿意。当我对生活微笑，我不是变得天真，而是选择不再用最坏的假设活每一天。我知道困难仍会出现，失落也不会消失，但我已经不再提前把自己推进痛里。我学会在发生之前，先站在温柔这一边。生活也因此慢慢放低声量，不再那么急着考验我，不再那么用力推我前进。它像是感觉到
我终于愿意留下来，于是他也愿意对我放轻脚步。我开始知道，微笑不是表情，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相信，即使不完美，即使还在路上，生活也可以被温柔对待。而当我这样选择，生活也真的用同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。我开始信任节奏，事情自然展开。那不是因为我终于看清全局，也不是因为未来变得可预测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急着把每一步都走在时间之前。过去的我很容易焦急，一感觉停滞，就以为哪里出了问题，一没有结果，就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。我把速度当成安全感，把快当成一种不被淘汰的证明。于是我总是提前行动，提前担心，提前消耗。事情还没真正开始，我已经在心里跑完好几轮结果。但那样的前进其实很空，因为我走得比自己快，快到感受跟不上，直觉来不及说话，身体也只能勉强配合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再多推一点，事情就会动，却没发现，很多卡住的时刻，不是因为不够力，而是因为时候未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慢下来了，不是被迫，而是我忽然明白，也许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做，而在于我有没有听。我开始留意节奏，留意事情发生的顺序，留意身体的反应，留意内心的收缩与放松。我不在意有空白就急着填满，而是让事情保留它自己的呼吸。那其实很不习惯，因为在慢里，焦虑会浮现，怀疑会出声，但我没有再立刻行动，我只是陪着，让那份不安慢慢沉淀。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事情开始动了，不是突然加速，而是一步一步，像是原本就知道方向，只是等我不要干扰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催促，选择反而变得清楚，人开始出现，讯息开始连上，机会不再需要我用力抓取。原来节奏不是拖延，而是一种智慧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准备，什么时候该行动，什么时候该停下来，让事情自行酝酿。当我信任节奏，我不再用恐惧领路，我不再因为慢就否定自己。我开始理解，有些展开本来就需要时间，不是用力可以替代的。事情自然展开的时候，没有轰烈，却很踏实。我没有冲刺的疲惫，也没有硬撑的后遗症，我只是刚好在那里，接住它。我开始相信，生命不是一条需要我一直推动的线，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。当我不再逆着走，它自然会带我前进。信任节奏，其实是在信任自己，信任我不是落后，不是错过，只是走在属于我的时间里。当我站回那个位置，事情不再卡住，不是因为我更厉害，
而是因为我没有在与生命抢方向盘。我开始信任节奏，于是很多原本需要用力的事，都慢慢松开，自然展开，像是终于等到我愿意不再催促的那一刻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